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net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好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，那一晃有1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录过视频了。那这1个月以来呢，因为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越来越严重，而我所在的纽约市呢是目前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地区，所以这1个月的时间我基本上都没有出过门，一直是在家工作。出过几次门是去买菜，那也是快去快回，1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化过妆。也没有什么心思打扮，那别说录视频了，看视频也没有太高的兴致。那现在不光是美国，全世界的疫情还是非常的严重。那无论你在哪里，都依然要注意做好防护，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家人。那其实在美国的疫情全面爆发之前呢，我也确实是为春夏添置了不少的新的行头，衣服啊、鞋子啊、包包都有。但是后来疫情开始之后呢，就每天在家里待着了，所以这些新的行头也都没有了用武之地，也还没有拍视频做分享。但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呢，之后也可以再拍购物分享啊，或者春季穿搭。毕竟每个周末还是必须要在家宅着的。那除了之前买的呢，在疫情爆发之后，虽然很多商店关门了，但是网上的打折可以说是如火如荼，很多史无前例的低价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反而购物欲没有之前那么高了。一个是不知道买来的东西，尤其是一些时尚的单品，还有没有机会穿出去。再一个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疫情已经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，那不知道在疫情结束之后，经济危机会不会来临，所以这个时候还是理智告诉我要控制一下。虽然还是多多少少买了一些东西，但是还是要控制一下，看看多留点钱在手里吧。所以大家在剁手之前呢，也要三思。关于疫情，我们就先说这么多。下面我们正式开始今天视频的主题，就是我买过之后觉得后悔的大牌包包。那我并不想叫今天这个视频为 The Worst Bag Collection， 因为这些包当时我既然选择它们，那它们肯定有自己优秀的地方，有让我喜爱的地方。所以这些包呢，并不是说糟糕的包包，只不过是在我使用的过程中，我越来越觉得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可能会做不一样的选择。所以说，如果今天我提到这些包里边有你特别喜欢的，希望你也不要介意。那我觉得会后悔，可能只是因为这些包不适合我。那说了这么多，我们马上来看我觉得后悔的包包到底有哪些吧。那第一个出场呢，就是一个大牌经典款，也是我之前一支视频的主角，就是这一支来自 Celine 的 Classic。那我真的是很喜欢 Classic 这个款式，所以收集了不同的大小还有颜色。但是这一支中号配红色的这个组合呢，我真的是觉得买完有一点后悔。那我之前不是有一个黑色的中号嘛，当时背那个并没有觉得中号在我身上会显得很大，可能是因为黑色它有压缩显小的感觉。所以后来我有朋友去欧洲的时候，我又托他帮我带一个红色回来，也是经典的颜色嘛。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这个中号配红色在我身上真的是显得有一点大，所以现在我只是在秋冬的时候拿它配大衣来穿，所以在利用率上呢就是有一点低的，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。那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选择的话，如果不考虑新出的那个 teen 的 size， 因为他们好像还没有出红色的，那我更倾向于选择小号，就是 mini 的那个 size。那小号虽然和中号相比容量上有蛮大的差距的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小小的一只很可爱，很百搭，更适合这个正红色这种醒目的颜色。而这个这么大一片这个红色呢，就会显得这个包在身上存在感过于强了，而小小的一个红色呢，就反而是有点睛之笔的这种感觉。所以如果你想买Celine 的 Box 红色款的话，我会推荐 Teen， 等它 Teen 出了红色之后，或者选择小号的红色。那如果想买中号的话呢，我更建议黑色会比较好。那接下来我想说的让我后悔的包呢，并不是某一支，而是一个品牌的包包，就是 Chloe。那我现在手上有3个来自 Chloe 的包，分别是飞、小猪包，还有这一款 Nile。那这3只包呢，当时都是很流行的，特别是飞和小猪包这2款，当时在时尚圈简直是人手一只的节奏，非常非常的火爆。那我觉得 Chloe 的包呢，非常有自己独特的设计风格，
那他们是那种浪漫的波西米亚风，有那种随性不羁的感觉，同时呢也是不失优雅。那我觉得他们的包包的设计呢都是很好看的，但是我为什么会后悔买它们呢？因为我觉得 Chloe 的包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尤其是前2年新款推出之后火爆的速度太快了，那同时呢前1年推出的那个流行的款式很快就退流行了，没有人再会用了，也就是说过时的速度非常的快，所以你现在在电商的网站上基本上很难再看到这几款包的影子了。那在街拍图里边更不会再看到有明星或者博主去背这2款了。我想高圆圆自己可能都不背这个小猪包了吧。所以说 Chloe 的包，我觉得他们的火爆的速度非常快，退流行冷却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。我现在基本上我现在肯定不会再背这2款包出门了，因为感觉就是背着2个过时的包，我自己是这么感觉是过时的包包。但是 Nile 这款我觉得还好，因为它当时并没有这么的火爆，所以辨识度没有很高，所以背它出门没有这2款的感觉说已经是前2年的款式了。那 Chloe 呢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没有什么经典款。你比如说和 LV 相比，虽然 LV 现在最流行的款式是那个5合1的麻将包，但是你现在背 Speedy 或者说背一个不是特别流行的Alma 出门，人家也不会觉得你背的是过时的款式，而只是觉得你背的是经典款。那可能把 Chloe 和 LV 这个品牌放在一起，2个品牌差距太大。那我们说一个和 Chloe 差不多档次的一个品牌，比如说 Marni。那 Marni 它的 Trunk 还有 Pannier 那个水桶包，在前2年还是挺流行的。那最近2年流行的热度已经开始下来了，但是可以看出 Marni 每年还是在这2款包上花很多心思的，因为这2年这2款包还是在不断的会推出新的配色，所以说Trunk 和 Pannier 其实已经成为了 Marni 的经典款。但是你要问我 Chloe 的经典款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那最早的几年有出过带那个大锁头的包，也是非常非常的流行，人手一只，但是后来也就不流行了。那最近几年，去年推出的是那个带很大的字母C logo 的那一款包，那今年推出的是哪个？可能是上面带锁头的或者形状像锁的那一只包，我没有很关注。所以说 Chloe 感觉就是一直在致力于推出新款爆款，但是在打造自家的经典款上，我觉得没有很下功夫。而且 Chloe 的一个包也要1500-1600美金，那就算赶上季末打折或者电商有比较好的价格，可能也要700-800美金。但是我花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些流行款之后，结果第2年很快就会退流行，那我还不如花更少的钱买一个也很火的小众的包包，这样即便它退流行了也不会有这么的心疼。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，我现在已经不再买 Chloe 的包包了。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很喜欢他们的设计，并且不介意说现在时尚圈流行什么包，只是想背你喜欢的包的话，我觉得也是非常的 OK， 因为这些包包本身的设计呢，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看的。接下来要说的也是一个大牌经典款，就是这一只来自 Prada 的杀手包。那众所周知 Prada 的包包质量非常的差，那传说中如果你买了一个 Prada 的包，做工非常好的话呢，你恐怕是买到假货了。那这款包呢，当时是非常的火。我选择它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包型还有大小非常适合上班来用，然后我选择的这个颜色呢，也是很适合春夏搭配衣服的。但是收到这个包之后呢，这个包的质量真的是让我没有办法接受。那比如说旁边的这个扣子，我为什么没有把它扣上呢？是因为我把它打开之后就再也扣不回去了，而且不管多用力也是扣不回去的。不是说我力气不够，或者说我的使用方式不对，那这边的这个扣子打开之后就是可以正常的扣回去的，所以这边就是它的质量有问题。那更不用说这些糟糕的走线啊，还有接口啊，这些地方真的是没有办法相信这是一个世界1线大牌出的包包。
我觉得假货的质量肯定是比它要好的。而且 Prada 不光是包，我之前也买过他们家的钱包，也是用很快，感觉那个就变得很旧了。我们不和 LV 这种万年不坏的款式相比，那就算和像 Coach 这种2线的品牌相比， Prada 的质量也是远远比不上人家的。所以我现在对于 Prada 的包包都已经有心理阴影了。从这个包之后呢，就没有再买过 Prada 的包。但他们去年的时候推出了那个复刻的小的尼龙包，非常的火，我有一点心动，但是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包质量怎么样，有没有改进，所以还没有敢下手。那如果你收了那款包的话，可不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那款包的质量如何，值不值得购买？所以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呢，这个包我是肯定不会买的。那今天要说的最后这只包呢，就最厉害了，是一个绝对的大牌经典款，是我做这支视频的初衷，也是我买过最后悔的一只包，就是来自 Chanel 的 Classic Flap。但是我选择的尺寸呢是 Jumbo。我现在经常问自己，为什么我160的身高敢买 Jumbo 的这个 size？ 它看着真的很大的一只，有没有？那这个包呢，应该是我的第2只 Chanel， 是我当时去法国的时候买的。那这个包我记得退完税之后只有3000不到4000美金的样子，但是现在这只包已经涨价到了6000多美金了。那当时还比较早，所以社交媒体没有现在这么发达，买包之前做功课的渠道比较少，不像现在可以在YouTube 视频啊、小红书啊、微博上做功课。那当时我是看我的老板每天背这款包上班，所以就被种草了。而且他也是160的身高，我看这个包在他身上并没有觉得说显得很大的样子。而且我想说，买一个这么经典的包包，可以用一辈子的这种包，那肯定要买一个能装东西的，可以每天上班背、上班可以用的包。尤其是比它小1号的那个 medium 那个款式，真的是小蛮多的，基本上是放不了什么东西。而且我虽然身高只有160，但是莫名的喜欢比较大的包，可能觉得大包比较有气场，很多小包在我看来就像玩具一样在手里拿着。所以当时去试这款包的时候，也完全没有觉得它很大哎。但是这2年可能是因为小包越来越流行了，也可能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认知越来越清晰了。现在我越看这个包越觉得大，而且当时虽然我觉得说买回来可以一直用，但是这个包的自重真的非常的重，它的皮质本身就不错，再加上呢这个链条，所以它包本身已经是很重了，再加上装东西之后，尤其是只有这2个链条在肩膀上，所以还是负担挺重的，感觉背它出去。所以这个包之后呢，我并没有像之前预期的那样经常上班背它，而是背它的次数可以说屈指可数。那我现在呢，只是在冬天的时候需要穿大衣的时候，而且还是要在出席一些正式的场合的时候，才有可能把它拿出来背。所以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肯定是会选择更小的那一款中号，这一款实在是太大了。虽然也很好看，但是那个中号会更实用，然后也比这款看着要更优雅的感觉。那最后还想说一下，虽然这只包现在它的市场价已经是6000多美金了，但是在二手市场上，如果想把它卖掉的话，我之前做过一次评估，也就是卖3000多美金而已，所以还不是很舍得卖。而且我这只包现在的质量基本上跟新的差不多，因为并没有使用过太多次嘛，所以还是先留着吧，毕竟是一个很经典的款式，而且不知道没准什么时候就流行这么大的包的时代又回来了呢。OK， 那今天说完了我买过的觉得后悔的大牌包包们，希望对你选购包包有所帮助。那如果你也喜欢买包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一起来交流买包的心得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淡黄的衬衫，蓬松的头发。OK。